哪怕是裁员，应该也不会裁到我吧。当时候拿到的赔偿，其实就是这个才是我比较不爽的地方。你的电脑就黑屏了。简单来讲，就是你什么都不需要做，然后有薪水拿。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斯，欢迎回来。没有错，我被裁员了。今天这个话题就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严肃，我想讲一件很真实，但是也蛮重的事情。和很多人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会被影响。但没有错，也和另外一部分人一样，我还是被公司请走了。那个公司是 Grab。我之前从来没有在视频里面分享，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好好的沉淀，然后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也希望这个分享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如果还没有 like 的，也可以马上 like 这个 video。然后，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 的话，如果你是东南亚人，大概率你肯定是有用过 Grab 的。它以轿车服务为主，还有其他业务吧 ，Food Delivery、Mart Delivery、Grab Finance。其实就是由于 COVID 之后，一直都有很多公司出来讲要大裁员。我觉得第一开始应该是 Twitter 吧 ，Elon Musk 买下来之后直接砍一半的员工，然后结果后面就各大公司、各大科技公司都陆续有来。我被裁员的时候，其实已经在 COVID 之后的好一段时间，某个层面上也可以讲跟 COVID 未必有这么大的关系，但是和公司的财务经济状况肯定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也不需要多讲，可以看过去的几年 Grab 上市之后的股价。那我被 lay off 的这一次，其实已经算是 Grab 的第二次 massive lay off 了，总共把大概11% 的员工炒掉。当然，公司给的理由是随机的。如果你 team 没有被影响的话，就代表说其他 team 被影响的更严重。就我还有听到，就是有些地方的整个 office 都被关掉，整个 department 都不见了。那个其实还算是蛮不幸运。那一天那个场景，我觉得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接下来我会零保留的分享全过程。包括我当天是怎么样收到公司的消息，然后公司是怎么处理我们这些 case， 包括他解释，包括赔偿，后续的所有程序等等等过程。这边就来讲一下那天的事情经过。其实一直都有听到很多科技公司的话题都围绕在裁员，但是只有 Grab 就比较少听到，包括内部也没有在传。我很记得大概就在6月中左右吧，公司处在一个 performance review 的阶段，就是每一个员工都需要写自己在这半年以来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做一个总结。我记得我看回去我写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贡献还算不错，产出也算蛮高的。其实我写完了 performance review 之后，我就也很正常的在工作。就在同一个星期，我和我同事就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就讲 Grab 在这2天会有大裁员。我很记得那一天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日，该开会该工作的还是会继续。看到那个新闻的反应就是，如果是真的，为什么是外面的人跟我们讲这个事情，而不是内部和我们先讲？然后我的团队其实也在 Grab 里面偏向比较核心的团队，就很单纯的觉得，哪怕是裁员，应该也不会裁到我吧，是蛮天真的。当天的工作日我还记得，下班之后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过来新加坡这边旅行，吃饱之后我们就继续聊天，我就去买新加坡这边还蛮出名的椰子冰茶水，很记得喝了一半还没有喝完，晚上9点整。我收到了公司的 email， 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晚上，我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妙。点进去看之后，邮件是这样子的，基本上的翻译就是我今天做出了一个很难的决定，我们需要让1000个员工离开。我很抱歉你的职位被影响，我们选择在这个工作时间之外通知你，是希望你可以有私人的空间和时间去消化。收到这个 email 之后，老实讲，我当下是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已经是被裁的了。我觉得很合理，因为在这个邮件里面写的是我被影响了。但是如果以公司的角度，以大局的角度来讲，不管你裁多少人，其实大家都受影响，所以对我来讲，受影响是非常合理的。怪就怪在我以为公司跟我想的东西是一样的，我第一时间就去和我同事分享这个事情，结果是我想多了，天真了，有没有？就是公司给每个人发的 email 还真的是不一样的。我的 email 明明白白的就讲着 I'm deeply sorry that your role has been impacted， 而我同事的是 has not been impacted。那一刻其实我脑袋是空白的，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次，我也不知道要给什么反应，所以我就愣住了。就这样，我和我朋友讲的时候，他也以为我在开玩笑，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没有想过我会有这么的一天，整个感觉就很奇妙。我们跟蛮多公司也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在下班之后晚上9点公布的这个事情，所以就有很多问号。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所以明天我要去公司吗？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一天是星期3，我还有薪水吗？然后我有什么赔偿吗？等等等。就是各种问号，因为当下的工作电脑其实是在我身边的，我就想打开电脑确认一下这个事情咯。结果我一开还可以用哦，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公司内部的软件也是开着的。我当下其实是有怀疑我被裁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人在外面。那个时候我就拿我的电话起来开 hotspot， 让我电脑直接去连。结果
一连上不夸张，你的电脑就黑屏了 ，black screen， 所有我刚刚看到的公司软件都消失了，整个电脑是直接关机了。开也开不了了，这个时候我就肯定我自己肯定就是 GG 了，很荣幸的也成为科技公司裁员名单里面的一份子。当下心情是比较乱的，还记得刚刚我讲我手上有 Mr. Coconut 的一个饮料吗？我那个时候就喝完它压压惊。当下过了没有半个小时，我的 manager 其实是有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讲他完全不知情，他不知道我们的 team 会有人被影响，甚至也不知道公司会有裁员这个事情。当然他也是可以在骗我，但是以我跟他的工作模式和相处，我觉得还算是一个蛮可靠的人，至少我是愿意相信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毕竟外部的媒体甚至比我们内部更早知道会被裁员这个事情，这个才是我比较不爽的地方。所以谁决定谁去谁留其实也不太重要了。我个人看到的就是当时候我们的 team 有超过10个人，然后里面最后入职的2个被裁了，我是其中一个。我猜是因为当时候我们2个入职的时候是在整个市场和薪资都不错的时候，再加上我们入职的时间不长，所以公司裁我们之后赔偿也会相对的少，因为公司也不傻。我这边来公开，我们当时候拿到的赔偿其实就是 N+2， N 是你在公司工作的年份，我在公司也就1年左右，所以就是1+2，总共有3个月的薪资。严格来讲，我只要在3个月里面拿到一份工作，我其实不算亏的。想这其实是蛮好的，但是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环境不那么容易找工作，很多公司也还在裁员，真正在招聘的公司也没有几个罢了，所以压力还是有的。尤其是那种有家庭有小孩的，他们突然间没有了这份工作，就会更压力，一夜之间就要重新找工作，家庭的支柱就会受到威胁。我还记得除了我们公司，当时候其他的外国公司直接把整个新加坡的 branch 的 office 给 shut down， 那个时候所有新加坡的员工原地解散。还记得当时候他们创建了一个 Google Sheets， 然后把自己的名字、自己的 LinkedIn， 甚至愿不愿意在新加坡工作和有没有工作签证等之类的信息写在里面，让正在招聘的公司他们的 recruiter 可以通过这个文件去找到相对的人，你就可以知道当下那个就业环境其实有多难了。讲一讲我的心态，我觉得那次之后确实不能把工作当全部，就像那次其实也不是我不够努力工作，而是大环境所逼，很多东西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我甚至也不能知道我被裁员的原因是什么，我只能理清当下我能做的事情。可以想象吗？今天你还在公司工作，还在开会，明天你就可以不用去公司了，工作的电脑在一瞬间就不能打开了，就是我自己的了。然后我的工卡也不需要还给公司了，我工作做的所有东西甚至都可以不需要交接。反正在公司里面，老实讲，有少之又少的人是完全不可被替代的，大多数人可能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如果你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需要交接的话，manager 是可以帮你申请1到2个月的有效期，让你在里面交接工作吧。但是我知道的就是多数人都没有这样子做吧，因为当下被裁的心情应该也不至于让你到还想要回去交接。我当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其实除了同事，我没有跟其他人讲，因为我感觉讲出来也没有什么帮助。我就在想，这个假期要怎么去利用，或者讲调整自己，可以陪陪家人，然后去旅行，找工作等等一系列的操作，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规划的。所以最后就透明的分享一下我们这些被裁员的得到了什么赔偿。首先就是刚刚我讲的 N+2 的赔偿，再加上工作电脑突然间就变成你的私人电脑了。那个时候隔1-2天吧，就有 email 教你怎么样去 reset 你整个电脑，然后就变成全新的一样，所以你里面的资料完全都不能用的了。reset 了之后，我就拿去二手平台上面卖掉了。第3就是所有你还没有用的年假都可以转换为现金。第4就是接下来接近半年的时间，你的医疗保险等等在公司上面的都会继续，看医生什么依然是可以不用钱的。第5会提供心理辅导的课程，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给你打击的不少，然后想要去和心理辅导员聊一聊天什么的，他有网上那些课程可以让你去报名参加，都是免费的。第6就是他会提供1年免费的 LinkedIn Premium Account， 有用 LinkedIn 的人应该都知道 Premium 里面有 LinkedIn Learning， 你可以在上面学习，也可以在找工作的时候更高油的被看到。最后被裁员的员工会在那一天起休1到2个月不等的假期，
就是叫 garden leave。简单来讲，就是你什么都不需要做，然后有薪水拿。因为如果你是外国人拿着工作签证，你是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内就直接回国的。所以这个 garden leave 会让大家还持有现在的工作签证。知道我这些赔偿之后，其实和其他大公司比不算太差。甚至可以讲算好的。裁员之后确实有给我一些反思，我总算有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陪家人，包括去附近1到2个地方去旅行。然后接近在1、2个月之后吧，我就开始准备一下面试，看一下目前有的机会，算是重新出发。讲到这次被裁，其实也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就是在职场上，其实我们能掌控什么呢？也许你今天表现特别好，业绩比较不错。但是如果公司业务有一些调整，不得已的情况下，我还是得走人。当然，努力工作再加上业绩不错的人，留下来的概率肯定会相对的高。可是也只是概率，也许你一直觉得的稳定，一点都不稳定。所以现在的我会更珍惜每一次可以学习的机会，更加在意自己是不是有 Plan B。经历过裁员之后，我确实发现我和有些人对工作的观点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会更希望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底牌。或者讲护城河吧，就是确实不想把人生的所有赌注都赌在一个工作上。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认为所有的事情都会理所应当的一直都不改变，一直都一样。比如工作也好，生活也好，还有个人的健康等等。那最后这里想问，你有经历过或者听过身边的人被裁员吗？或者最简单的职场变化、工作被调动等，这些经历是怎么样的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真心话，其实我一次次的分享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咨询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 PM 我。很多人都蛮普通的，可能无法避免这些挑战，但至少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如果你觉得还可以的话，可以帮忙 subscribe 然后 like 这个 video。未来我肯定还有更多的分享，希望这次分享也帮助到你。我是阿德，我们下一次见，拜拜。